其实我很喘我好喘了。这是我去年12月份拍的影片，我以为只是太累，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检查，直到最后我切掉了38%的大肠，是癌症。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天。没错，就把30到40%的大肠切掉，身体突然间缺这么多血，大肠癌有什么症状？原来我自己再健康也会倒下的一天。雷克斯啦，今天这集不一样。没错，今天这集看标题的人都懂相信有 follow 我 IG， 然后有看我 YouTube 的一些朋友都懂，我最近得了癌症，没错，是大肠癌。这一集主要是 update 我最新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分享你们整个过程，把我这个人生经历说出来。我自己本身当然没有想过我会和癌症扯上关系。今天的这一集主要是为了和你们分享，从一开始我是怎么发现到治疗，还有我的领悟，还有我全部的感想、全部的想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分享给你们听的。那这集影片主要是拍给可能和我一样一起在经历这件事情的人。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一些正在迷惘，甚至是一直在怀疑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的人。只要是让你们知道你不孤单，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得了癌症，然后很多的治愈都成功了。我这里主要是分享我的经历，还有这纯粹是我的经历，还有我的一些想法，不是任何医疗相关的知识之类的，主要是我个人的分享经验。好，前面的时候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的？我去年的时候12月，我有去了日本东京旅游和北海道旅游，就12月的时候，然后整个旅程就发现到我怎么这么累，然后怎么这么怕冷。我很多时候我都不怎么会怕冷。然后上传影片的时候，就有网友，就是 IG 的朋友都 text 我，就讯息问我说，你嘴唇怎么看起来这么白？然后我也特别的喘，就是走楼梯啊，还是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喘。我发现我最近的运动量，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爱做运动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做运动 cardio， 而且是 crossfit、high rocks 之类的东西，这些运动。那我也发现我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就像 burpees 之类这种动作特别的喘气，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想说我怎么这么累。然后在日本的时候走路啊，感觉到很冷啊，这些东西，然后嘴唇看起来很白，这些东西其实就开始警惕我自己本身了。那我本身不是觉得什么大问题，甚至我在怀疑我自己，想说是我心脏有问题吗？要不然我去验血看看。对，然后这个是我的验血报告，我的验血报告的血红素是8.5，那正常的血红素是13到17.5，这也是这样子写的啦。那我是远低于原本有的血红素，再加上我的那个 iron 血清铁，就是 serum iron 是2.4。对 ，which is like 我的正常是11.6到31.3之间 ，which is 我只剩下2，就是铁。那据我所知，铁是生产血红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ingredients 吧，就是我不懂是不是叫 ingredients。相比我之前的验血报告，就是2年前做的验血报告，那个时候我的铁是30点多 ，which is 我掉了整30把，就是20多的铁。所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我做运动会那么的累，而且很容易喘。which is 我觉得我本身并不会那么容易喘的人，完全是因为我只想要我的运动的 performance 更好一点点，就是我想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为什么我身体变化状况那么的多，所以我就决定去看医生。其中一位医生朋友呢，妇产科的医生朋友就推荐了我他认识的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是看大肠的专科医生。几个医生朋友都和我说，身体突然间缺这么多血，就是代表我身体体内有某些地方有隐藏性的出血，让我必须把这个地方找出来，哪里出血了？为什么我在这1年里面会掉这么多血？这是个主要原因，而且是非常紧急，一定要把它找出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胃，第二个想到就是大肠。我当下的想法就想说，先去看大肠科医生，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到底是不是我的大肠在流血。很庆幸的，就不到1个星期，就2-3天后，我就可以见到这个医生了，就开一个药给我，就是提前1天吃那个药，把肚子的大便写完出来，然后第2天做那个胃镜和大肠镜，第2天就做这个了。然后那一天晚上是直接就开始喝那个3包的一个粉状的东西吗？对，就是
把它倒进去水里面，就是很多水，就喝了水就直接把里面的肚子清干净。我上了厕所上了20多次，一整个晚上我就完全是不怎么需要睡觉了，因为第二天需要很干净的去做这个大肠镜。没错，就是当下照了胃镜还有大肠镜，那个时候我就迷迷糊糊的。就是医生会放一点东西，然后我开始有点睡意，我就睡着了，全程是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迷迷糊糊之中，我又醒来了，就完全看到我自己的肠子在那边，就是前面有一个 monitor， 就是一个 screen。好，当我清醒的时候，医生就看着我说：“癌症。”他说很大几率是癌症，他不能完全肯定。他说，要先去化验才知道是不是癌症。肿瘤切片，把肿瘤里面切成一小小片，然后拿去化验。这个需要去化验才知道它是良性肿还是恶性肿啊。以他的经验来说，是一个恶性肿瘤。我当下的头脑是空白的，我完全是没有想法，就完全空白。我以为还想说，我做完这个胃镜，我可以去做运动，是什么东西？就很多的事情在烦恼着我。那当下我知道这事情之后，我瞬间就觉得说，我很像什么都不用做了。我有这个想法，感觉像是现实把你人生打了一拳，就感觉是这样事情把我后来的计划全部抹掉的感觉。那时候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就在病房里面，没错，就做完之后需要送我去一个病房里面暂时休息一下因为医生说我还需要再去做一个 CT scan， 再去确认一下这个肿瘤有没有扩散，所以我当天是直接做了胃镜、大肠镜还有 CT scan 这个3个。那我非常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病房待到2点多，距离没有吃东西差不多24个小时，我也没有很饿。这个消息已经是让我完全不想吃东西了。那 CT scan 的报告也出来了，在去做检查时候，我心里其实有打了个底，一直控制我自己的情绪。那朋友出现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他说，是癌症。那个时候我控制不了，我就大哭一场，我就放任我自己哭。就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天塌下来，把我的情绪全部释发出来，我就爆哭。就那一次爆哭，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多问题开始反复问我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得癌症？我明明吃得很健康，我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所以有时候吃一点炸物之外，跟我不吸烟，我不喝酒。那我喝酒了，但我不是太常喝酒。我觉得我生活作息很健康，我做10多年的运动，然后我每天都有做运动，做瑜伽、CrossFit、HYROX 很多类型的运动我都做。然后我吃的我也很健康，吃菜啊，吃很多维他命素，全部我都有做好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还会找上我？为什么是我？当下的我真的想不清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我的头脑里面转动。我看着人来人往，这个人群，当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人来人往，就有一种心里想说，就很多人都健健康康在走，然后我的世界就好像停着了，就有一种停在当下，不懂该怎么前进的感觉。那我也决定当天，没错，就当天就直接在我的 IG post 出来了。我不想要这事情困扰我太久，因为我当下就知道我不能让这负面情绪影响我这么久。这是一个抗战的一个路途，是一个很遥远的路途。先和我家人说了之后，我就直接在 IG 上面 po 了出来。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庆幸，是我得到非常多的讯息，就鼓励我，就说加油加油。然后很多曾经得过癌症的朋友都会讯息我说要怎样，要保持乐观之类的。我得到这些信息，我真的开始释放了一些，就把一些不好的思绪就开始慢慢释放了一点点，想说我应该要去面对这一些事情。所以当下我非常明白，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憋在心里面，有些人甚至不愿意把事情告诉家人。我无法想象那种压力、那种痛苦是怎么去忍受。对，如果我憋着，我不释放出来，我觉得我会很难熬过去。
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我无法消化这事情，因为这事情来得太突然。那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做手术啦，1个星期之后就动手术。手术主要是就把30到40%的大肠切掉，然后再和小肠连接在一起，所以形成就是大肠接小肠这样子。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生活作息的，就是可能上厕所会很快就上厕所。手术之后，大部分是随便水水的大便，可能会一直要泻肚子，肚子会胀气，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手术之后会有的一些状况。基本上它是完全不能够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期，第1期、第2期、第3、第4期，因为大肠癌是需要切除里面，从里面抽取样本，那再去化验才懂第几期。所以当下我是不知道我是第几期，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煎熬了一阵子。我也想说，哇，这个路程应该是很远，必须熬过手术。熬过手术之后，我才知道我要再等1个星期，再知道化验结果是多少期。然后医生也是和我提了，就是大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接口，会有可能有一些风险，它可能会接了之后会有一点点的漏血，再会有肿瘤科的医生就会 advise 我会需不需要做化疗之类的。所以这一连串的东西其实弄得我很茫然，每天晚上都是一个折磨，就是等待手术的每个晚上都是一个折磨，每天反反复复都问自己怎么办。然后我很庆幸这个时候我有 ChatGPT 和 Gemini 陪我聊天，因为我很多问题，我很多关于那个医疗的问题我都一直问他们，想说这个报告到底说什么，这个报告说什么，然后什么意思，然后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可以做的。对，虽然他们不是100%准确，但至少我大概知道整体状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时候是过农历新年，我要回去和亲戚朋友一起过新年，保持乐观啦。其实我也很坦然的和大家说这事情，然后也和他们说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怎样啊。对，每个人都问我说你到底有什么症状，大肠癌有什么症状。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症状，就大肠癌的主要的几个症状就是肚子有风啊，很常有风，排便就是水便啊，这我有一点点，就是我排便的时候是水便，很常都是水便。主要是大便有血这事情我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大便有血我可能就很久以前出现过1-2次，就这样子过后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也很困惑，想说他完全没给我一个症状，对，告诉我说这是个大肠癌的症状。如果不是这个缺少血，这个让我知道是大肠癌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就是手术日啦，对，手术前1天我们就进院了，然后进的是一个私家医院，因为保险有 cover， 这个保险完全 cover 我的整个医疗过程，费用不少，然后非常庆幸我之前买了保险，保险就是解决了我当下的一个金钱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你少了金钱的问题，然后你只需要的就是要好好的准备好自己奋战的状态。手术当天，家人还有我的旅伴小健也是有陪我一起进去手术室，那个感觉我想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天，就是完全无法掌控的一天。就护士把你慢慢从房间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像看电影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睡在那边，然后你就看着天花板，慢慢把你推进去，我心里的那种害怕紧张感我无法形容，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天。我就是需要把我的身体交给医生，我要相信医生。我那时候瞬间跟我自己说，身体我把你养得这么好了，我做运动，我吃好的，现在到你加油，你要加油。我真的和我自己心灵对话，现在要靠医生，还要靠你的身体。麻醉针一下来，我就睡着了。手术一醒来，第一刻是身体是没有任何的痛感的，就完全是迷迷糊糊的情况下。那时候麻醉师嘛，对，一个医生就站在我隔壁，我就问想说手术成功吗？他就点了一头 ，everything's fine， 就把我推去房间了。然后医生说全部取出来了，就是该取出来都取出来了，就是里面把38%的肠都已经切掉了。然后就叫我好好的养病，不要想这么多。好，接下来几天我都忙着在做复健。那个时候医生就安排了 physio， 就是物理治疗师带我，第2天就开始带我下床走路了。就医生就说你赶快开始走动，因为要让肠子蠕动，这样子康复的也比较快一点点。对，我做的是微创手术，所以伤口并没有很大，就大概5个 cm 左右。然后大家看到的我这个颈项的这个疤痕，没错，这里有3粒，没错，这个就是那个
我这里放照片。那时候就插个喉，这里主要是输送一些牛奶啊，然后输血药全部都进这边。我的手基本上是已经没有那个点滴的东西，因为全部是进这边。睡觉的时候有点难有点痛苦，但是我觉得还好，一直很怕那个针插在我手上面，它就放在这边，所以就有一个喉在这边。我在医院待了1个星期左右，大概是9天，没错，9天。见了营养师啊，然后物理治疗师，期间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看我，这点让我真的超级的感动。朋友给我的支持，然后 Instagram 里面有很多的支持 ，YouTube， 然后很多朋友私讯我旧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 ，college mate 送给我东西啊，送给我花，送给我一些保养品，一些东西让我真的非常超级的感动。这里先说手术之后会有什么的状况。对，手术之后肚子是非常胀气的，走动、睡着、站着都无法把那个气排出来。医生说最重要放屁，因为要把肚子里面的气排出来，真的很痛苦。不就是没有很多屁，然后可是你肚子有很多风，很胀风，那感觉就是把我的整个内脏顶着的感觉。因为我吃了止痛药没有用，止痛药真的没有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身体不动的在动，让身体的气赶快排出来，因为它胀着就顶着，就真的很难睡觉啊！我真的很痛苦，我一直在冒冷汗。这个是手术之后我觉得最痛苦的一点吧，没错，就是就这样持续了几天，前面的6、7天，一直到我回家之后还是有胀气，但是熬过了。对，没错，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个人会经历这个情况。自己吃的呢，前面的1、2天我是吃我看不到米的粥水，之后进阶就开始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就是有碎的碎米粥、碎米鸡肉粥，就是 blend， 想象就是鸡肉和粥打碎成为一个看起来像是看有点像 yogurt 那种感觉。对，我就这样瘦了4个公斤。医生有点了一些营养、一些 milk 之类的东西进去我身体里面了。那个时候需要吊个12个小时。吊了3天，12个小时，我就一直吊着那个东西。上厕所的时候，我就要推着那个东西就上厕所，不然还是有给我一个尿兜。但我不是很喜欢用那个尿兜啦，就是我还是有用啦，就是当我真的很不想爬起来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要护士帮我清理那个尿兜。那尿兜看起来就是蛮可爱的，其实。之后物理治疗师有带我去他们的那个物理场所，对，在底层2楼、3楼的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医生都叫我开始做这些简单的运动，开始刺激我的肠胃，让它蠕动更多，所以排气排更多。确实没错，对我来说，我身体而言，就是我动得越多，我走得越多，我排气排得越多，就是我就一直在放屁，然后一直在打嗝。对，这对我有作用。然后每天要做的事情还有那个吹气球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吹一个像一个气球这样的东西，要练那个肺活量。对，医生有说了，就是需要一直练这个。9天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就在家就好好的休养。就是手术之后2个星期，我也开始慢慢的慢走，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 park， 就是个公园里面走动，就是大概每天我就逼我自己走个6个 kilometer。走个6个公里，每次走完路我都会放很多的屁。对，慢慢的走，主要是让自己走超过1万步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连续走了3个星期之后，就开始慢跑，跑了前面的1公里，到第6个星期我就开始跑了。跑步是我的第一个开启的运动，这并不一定适合大家，因为第一我做的是微创手术，第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必须听从医生的指示，因为医生确实有叫我去做多点运动。我本身化疗的报告出来了，报告里面显示我是大肠癌的2期，2A 就是第2期的第1个，2期有分 A、B、C，3期有分 A、B、C 跟第4期，就1、2、3、4期。医生从里面切除了34个 lymph nodes 就是我不懂中文叫什么，从里面可以看得出它有没有扩散。那34个里面都是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它没有扩散，就去见肿瘤科医生。肿瘤医生看到报告说不需要化疗，
这个情况，他认为手术已经把东西切得很干净，就是外科手术，就是帮我动手术的医生把肿瘤切得很干净，不需要做 chemo 化疗等等的，只需要每半年、每1年回去检查、抽血检查，还有做大肠镜，这样子去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fine。对于这整件事情，我有什么想法？经历了这件事情，我主要想说，人生是一个你预想不到的一场旅程。你人生有很多的 planning， 很多的计划，没错，但是有时候很多的意外会阻挡你的计划。这个就是一个我人生的一场来的意外，把我生活节奏都打乱了。必须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就是每一天会是个 bonus。对，我非常庆幸，我这一刻我能够录制这个影片和你们分享这个事情。我想说，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一些正在很焦虑、刚刚知道自己得癌症，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事情的人。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不孤单，我觉得你一定要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事情，这是我的想法，让他们和你一起作战，与其你一个人奋斗，憋在心里，让你自己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一直想说，一直钻牛角尖，这确实会影响你的思绪，负面情绪真的不好。现在回头看，很多以前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小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人生就是你对某些人发脾气，你的心情不好，影响你自己，这些小事情，真的在你面对生死这些事情，完全变得微不足道。这段旅程里面，我非常要谢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旅伴，他陪伴了我一整个过程。对，从我在入院的同时，就是确诊入院，然后直到出院去见医生等等，都有他陪伴，还有我的家人的陪伴。我也非常谢谢我很多的朋友，医生朋友，对 Grace， 谢谢他给了我非常多的 advice。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妇产科医生，亚比的妇产科医生还有谢谢从吉隆坡、新加坡和柔佛不同各地的朋友飞过来见我。这是在医院的时候，我同时看到他们，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特别飞过来，坐飞机飞过来，当天就回去了。IG 上面每个留言的你，我都尽量每一个都回复，虽然我回复的不多，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难回复讯息，我也尽量的回复每一个人的讯息。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对，真的谢谢你们，你们让我真的有很强的动力。谢谢所有陪伴我的朋友们，对，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比较坚强了我，对，没错。那我也要非常谢谢我的保险员，就是 Sebastian。我生病的期间，他也一直来看我，而且也会一直问我的状态怎样，然后一直跟我说，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钱保险帮你解决好。那所有的 claims 全部都他帮我解决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保险非常的重要，能够很好的活着，去健健康康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够了。一些追求名利啊、金钱上的东西，现在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bonus， 真的是一个 bonus。那如果你现在是健康的，那真的很好，很常去做检查 ，make sure 你一直健康下去，不要因为想说我害怕做检查，然后我就不去做检查了。最后，我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不要在意一些小事情，因为身体健康最重要。希望之后可以拍更多影片给你们看。那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留言和分享我频道。希望能够帮到你。好了，那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频道。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啦。